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看到，在美国的鼓噪下，中国的地缘政治一度变得十分复杂，军事压力不仅仅来自美国，与日本、印度一些东南亚国家之间也存在着领土纠纷。与此对应的是，2021年中国的国防开支计划约为1.35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6.8%。不仅仅是中国，多国军费投入都创造了历史新高。各国增长的军事费用很大一部分被用在了战略性前沿技术领域，用以推动这些前沿技术在军事领域上的应用。那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聊一聊：第一，当前各国军费投入情况如何？这又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第二，类似人工智能、5G 这些前沿技术的加速发展，为什么会导致各大强国间军备竞赛的加剧？第三，未来的世界将如何被这些技术颠覆？首先，咱们可以先想象一下，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支撑下，未来的战场是什么样的？毫无疑问啊，那必将是智能化、无人化的。未来的战争将呈现无人、无边、无形的对抗形态，海陆空、天网电、认知等等跨域协同作战将成为未来战争的主要作战样式。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我们来聊第一个问题：当前各国军费投入情况如何？而这又反映了什么问题？在美国签署的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军费预算总额达到了7380亿美元，同比增长了3%，创历史新高。日本2020财年防卫预算高达490.19亿美元，自2013年以来连续8年增加，同比上涨了6.3%，也是创了历史新高。根据预算文件，日本首次将自主开发未来隐身战斗机列入了研发计划，大幅上调了太空、网络和电子战领域的预算，并决定成立电子部队。北约诸国成员国也都无一例外全部调高国防预算，比如说加拿大227亿美元，同比增长3.8%；英国截止2020年3月的财年，国防支出503亿美元，同比增长5.1%；法国2020财年预算达420亿美元，预计到2025年将国防预算的 GDP 占比从当前的1.84%提高至2%。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世界各国军事科技竞争已经全方位激烈的展开，各国普遍将尖端国防科技布局和发展视为大国博弈的战略重点和提升作战能力的重要途径。第二个问题，类似人工智能、5G 这些前沿科技的加速发展，为什么会导致各大强国间军备竞赛的加剧呢？因为当前，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军用和民用技术的互用率已经高达80%以上。随着这些技术在民用领域的产业化应用，技术发展的速度可谓是非常之快，引发了军事领域的颠覆性技术换代。尤其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可以极大的增强作战单元网络互联能力，使战场的信息更加透明，后勤保障更加精确。而信息化战争又是以天基为中心的多元作战，信息权的获取需要先进的卫星系统的强力支撑，拥有快速响应能力和军事航天技术是先敌发现、先敌打击的前提。所以美军一直积极发展具有跟踪监视、发现识别和攻击预警等多种功能的先进空间态势感知技术、卫星机动变轨、高轨化等防护技术、小卫星、卫星粗化等小型化和灵活组网技术，以及卫星快速发射和维修技术，不断提高空间系统的快速响应。目前 SpaceX 的星链计划的星座规模已经突破1200颗大关，到年底有望增长到1500颗左右。就在3月18号的时候， NASA 公布了自己和 SpaceX 之间的新协议。这份协议约定， NASA 将提前向 SpaceX 提供自己所有计划任务的详情，以便他们能够在 NASA 资产可能与星座发生交叉任务时，利用这些信息对 Starlink 的自动避让措施进行适当编程。它还将直接与 SpaceX 合作，提高星链评估和避免任何事故的能力，并且为 SpaceX 如何更好地减轻光度、亮度提供技术支持。这种方式的合作，在我看来，显然已经超过了商业的范畴。所以，不知道你们对这件事怎么看？我认为，星链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确保绝对的太空优势。不过，不用担心，我们中国的中轨卫星通讯网络智慧天网也已经走进了我们的视线。目前，卫星出样已经通过测试，进入2期阶段。不久后，一颗技术验证星与一颗配饰星就会从太原发射，升入地球中轨道。顺利的话，另外7颗卫星也将陆续升空。而这个项目的优势就在于，只需要8颗卫星即可实现全球连续通信覆盖，实现低轨道上万颗通信卫星组网才有的功能。但是我们都知道，卫星通讯也有一定的缺点，比如说
通信时延较长，速率较低。美国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为了弥补这些缺陷，美军正在重点探索利用民用 5G 电信设施实现高机动、远距离战术无线通信，利用 5G 网络去中心化等优势，将 5G 通信设备嵌入情报监视侦察系统。应该说 5G 是我们今年听到的最多的一个词儿。为什么全世界都在争夺 5G， 并不是为了抢网速，这是因为 5G 在军事领域具有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能够极大的提升侦察监视和通信能力，优化指挥链路，加快作战节奏，因此被誉为新型军事能力的基础性技术。前2天，华为在创新和知识产权白皮书2020发布论坛上宣布，将对遵循 5G 标准的手机收取专利许可费。这个事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因为华为 5G 专利都是 5G 的标准必要专利，大约占据了总量的 18.3%。标准必要专利意味着，只要是涉及 5G 的产品，就必须要含有 18.3% 的华为 5G 专利，否则在国际上就是不合格产品。美国可以禁止华为成为某些国家的供应商，但他对华为的 5G 专利却无可奈何。他无法禁止华为凭借专利从美国市场中获取 5G 收益，此举无疑会抬高民用 5G 技术的成本，其用意我们可自行领会。正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未来战争都是无人化的，你们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一架架大型运输机掠过，成百上千架外形一模一样的无人机被布放在指定空域中，稍作停顿后，它们像一团乌云一样卷向远处，或电磁干扰，或追踪引导，或火力打击，在海陆空构建的通讯网络支撑下，向对手阵地发起一波又一波的猛烈攻击。在防空火力的打击下，不断有无人机起火，在空中散架，继而坠向地面。但其余的无人机仍各司其职，喷射出的弹药像箭一样的射向对方的雷达、导弹发射车和指挥中枢。这就是无人蜂群作战，这是一种分布式集群化的作战方式。这需要人工智能技术帮助这些无人机进行目标识别、精准打击，需要大数据技术进行军事情报分析，提供战略决策支持。所以不难理解，中国的大疆公司也跟华为一样，被列入实体清单，以这种方式来迫使大疆关闭在美研发基地，来削弱它的科研实力。原本成本高昂的无人机非常的小众，几乎没有廉价物美的普及性产品。大疆利用深圳及周边地区强大的碳纤维材料、航空铝加工、特种塑料、锂电池、磁性材料等配套产业，把无人机变成了大众消费品。所以正是因为大疆所取得的技术突破，以及在民用领域的产业化应用，让这个领域的军备竞争进入了加速赛道。如何摧毁如此强大、精密、用信息组建起来的武力系统呢？关键节点的身份数据和应用数据自然无法避免地成为重点打击对象。如何保障这套作战指挥信息系统的数据安全性呢？提到数据安全，我们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区块链技术。它不仅可以满足抗摧毁生存和作战指挥的军事需求，而且还可以提高军事后勤、采购和财务的效率。所以很多国家都在抓紧时间，利用区块链作为底层技术框架，来开发下一代军事信息系统。最后一个问题，未来的世界将如何被这些技术颠覆？看过我之前的关于数字货币如何终结金融霸权体系的那期节目的朋友，肯定知道，区块链不仅仅被各国应用在了军事信息系统上，同时也用在了数字货币领域。我们都知道，货币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都跟当时的核心生产资料密切相关。就比如说，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英国煤炭产量占据世界总产量的2/3，到了20世纪初，美国石油产量也接近世界产量的90%。在拥有当时社会必需的能源的定价权之后，英镑和美元先后成为霸权货币。虽然20世纪60年代末，中东地区产油量超过了美国，但美国以武力为筹码，通过与主要产油国达成协议，使美元成为了大部分货币的名义锚。所以我们不难看出，谁能够将自己的货币与当前最主要的生产资料结合起来，谁就往往能够在世界货币的竞争中取得领先地位。未来的战场是信息化的，而经济则是数字化的。数字化时代，核心生产资料不仅仅是石油、煤炭，这些能源未来可以被可持续能源，比如说太阳能、风能、电能取代。核心的生产资料变成了大数据、计算设备、技术人员等一系列数字生产核心要素组成的数字化能力。我们可以将这些数字化生产资料进行整合，形成一个数字化指数。这个指数就可以作为未来数字货币发行的锚，通过测量全球数字化指数来确定数字货币的发行量。所以日前我国已经明确了未来5年的发展目标。2025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提升至10%，数字中国建设将加速推进。可以预见的是，未来我们的生活、国家的军事体系，甚至是世界的经济秩序，都将被这些前沿技术所颠覆。